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镇杰西卡这位频道，又到了分享各大奢侈品牌到底出了哪些新款的环节了。我前一阵呢到店里面去逛了一圈，发现今年的包包呢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变成了软包，材质呢偏柔软一点，风格随性慵懒，而且有一定的容量，蛮实用的。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4款我试背的包包，包括有 Chanel、Louis Vuitton、Prada 和 Chloe， 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啊。老规矩，所有能够买这的单品链接我都会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大家只要点击 More 更多就可以进去拿链接了。我是小镇杰西卡，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哦，对了，老规矩，提前还是要说2件事啊。第一，万一呢我在后面吐槽到哪个包包，而你正好已经买到的话呢，请不要介意啊，毕竟呢各花入各眼啦，自己开心最重要。第二呢，是因为在整个试背的过程中，我是在别人的店里面嘛，有很多顾客，我也不想打扰别人，所以拍照的角度啊，还有光线都不是特别的好，照片的质量呢，比较抱歉啊，那也请大家多多的谅解。好了，那我们就开始了。我们肯定先从 Chanel 说起啦。那今年呢，春夏 Chanel 最热的一个包包已经出炉了，那就是 Chanel 25，听名字就知道了，是以年份来命名的。那这款包包呢，其实最早是出现在去年10月举行的 Chanel 2025年春夏大秀上，容量很大，还有很多口袋，率性洒脱。之后呢，当红歌手 Dua Lipa 成为代言人，立刻爆火。杰尼呢也刚刚拍了一组大片。Chanel 25呢以标志性的菱形格纹缝线勾勒轮廓，搭配皮穿链，两侧有大口袋，时髦实用，感觉无论是日常通勤啊、出差旅行都能背，还蛮百搭的。它有大、中、小3个尺寸，还有各种各样的颜色。重点来了，我连去了曼哈顿3家店，居然没有一家店有货，我的天哪！也太火爆了吧，大家好有钱啊。Anyway 啦，我在其中一家店里面呢，店员看我整体的风格，他就给我推荐了另外一个包，就是这个 Hobo 包啊。这个包包没有其他任何名字就叫 Hobo 包，有点敷衍啊。Anyway 啦，这个包包呢一看就知道它也是一个软包。话说这个包呢应该销量也不错哦，我在店里面等了很久哦，才从地下仓库调来一只黑色让我试背啊。那这个包呢，我第一眼的感觉就是皮质还是蛮不错的。它呢是 Chanel 家的经典小羊皮，柔软有韧性，手感很好，而且外面呢加了一层 coating， 所以整个包包呢看上去是有一点点稍微发亮的，但这个光泽又不会很 cheap， 还是低调很有奢华的那种感觉。也正是我加了这一层 coating 呢，这样的一个黑色的水桶包呢，看上去不会那么的沉闷，相对更年轻更时髦。经典菱形格纹，再加上这个水桶包的造型哦，我看着就感觉特别像前2年爆火的那款 Chanel 22，有没有？而那款 Chanel 22呢，其实当时我也买了，老观众应该还记得，真的有一点点像，对吧？不过最后那个22我还是断舍离了。我们再说回这个 Hobo 包包，这个包包最大的特点就是肩带了，你看哦。它呢其实是设计的比较粗一点，仔细看它是由3根肩带组成的，左边右边呢都是比较细细的皮穿链，中间呢就是比较粗的大金链哦，看上去蛮豪华的，非常的华丽。背上身看一下，我这款呢是中号，对我1.66米的身高来说呢是正好的，不会肩带太长压身高。我觉得小个子女生背呢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肩带因为它有一定的宽度嘛，所以背上去还蛮舒服的。尽管中间有一个金链子但是背上的肩膀不会疼的。侧面来看呢也不错，不会太 bulky， 显得还是蛮精致的。我背上身才感觉到这个肩带设计的确实是非常好因为本来这种黑色的水桶包会有点无聊嘛，但是加上了这个华丽的肩带哎呦，一下子就很 elevate 全身而且呢，这个肩带的这种珠宝感和水桶包的慵懒休闲的能够互相中和，打造刚柔并济的大女主形象。
包包的容量呢也是不错的，日常出行绝对是够用了。那么和其他 Chanel 家的包包相比呢，这款是没有那么白富美的，整体风格是比较潇洒的，其实是蛮适合我的了。另外啊，它的自重呢，我感觉也不是特别重，是可以接受的。这么说吧，如果不考虑价格呢，我觉得这个包是蛮好看的。一来呢是比较轻松舒服哦，不用考虑什么衣服都能搭配。你看我那天就随便穿了一件白色的针织衫，搭上就很好看。而且呢，这个包包的肩带呢很有特色，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是看了下价格，我这个中号是6500美金，加上税的话就要超过7000美金了。这个价格实在是太辣手了，好吗？赚钱很不容易的好吗？所以我放下这个大袋子就走了。好，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个，那就是 Prada。我跟大家说 ，Prada 这个包我真的很喜欢，我差一点当场就刷卡了。最后呢，我在心里面默念了3遍：冲动是魔鬼，冲动是魔鬼，冲动是魔鬼，才没有买。那就请出这只包包，哒啦，是不是很美貌？大家说，我第一眼走进店里面就看到了这个包。真的很好看哦，尤其是它的皮质五金件，还有那种纹理感就很复古，特别的高级。店员说呢，这款是 Prada 2025年春夏大秀时的秀场同款店里面刚刚到，今天我很幸运能够看到这个包，也不知道是不是一个销售话术了。我们先来看皮质它呢是经典小牛皮，而且皮质是比较偏柔软的，很有松弛感，而且呢，我喜欢它故意做出的那种折痕和纹理感，看上去呢就有那种时光流逝的感觉。这里要特别表扬一下它的五金件，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我就很想买那种是银色五金件的包包，但是呢，在奢侈品里面银色五金件的包特别的少，那这只就是。而且它是故意做旧的，整体来说呢，再搭配这个有一点点折痕的包包的皮质，那整体就很像一个 vintage 的包款，我特别的喜欢。颜色呢是浓郁的巧克力色，这个颜色我不记得我在 Prada 店里面看到过，所以就一见倾心因为就很复古嘛。那天呢，我正好穿了一件卡其色的风衣搭配上去就正好，哇，好有气质。包型呢是今年比较流行的那种 East West 的包型，就是比较偏细长的那一种。它的一个设计亮点呢，就是在包身前面有2根带子，其实就是像腰带一样，可以箍住这个包包。那这种造型呢，就让我想到了古早的那种公文包，只不过现在这款包包呢，这个形状做得更加女性化一点，而且呢，包型也变得比较柔软。店员跟我说呢，其实也不用把上面的2根腰带那么中规中矩的扣上了，其实就把它散开就蛮好看的，就蛮慵懒随性有松弛感的。后面呢还有一个隐藏的暗袋，可以放手机或者是钥匙公交卡这些小东西。包包的内里呢是有2个比较大的分隔层，里面的皮质也非常的好，是纳帕皮我觉得 Prada 的包包呢整体来说做工还有皮质都是相当不错的。不过我拍的不是很清楚了，大家凑合看一下。我也拍了一个侧面就是能够看到里面呢是有2个这种分隔的空间。但是呢，因为这个包包整体是软皮的嘛，所以即使有2个空间的问题不大，因为你夹在腋下或者你背的时候，它不会显得很 bulky 的，还是蛮好看的。这种 East West 包包呢，肩带都是做的比较长的，因为比较复古嘛，所以这么长的肩带呢，你日常穿什么衣服背都是没问题的，哪怕你是秋冬季节穿厚大衣，这样的肩带也是背得上去的。而且这个包呢自重不重背上去不会累。整体来说呢，皮质是软而不塌的，你看背上去就有一个很好看的一个弧线就有那种不费力的时髦感。真的，我跟大家讲，我在店里面看了半天，我就不想出来了，因为真的很好看，无论是颜色五金件还有整体那种感觉哎呦，都是完美长在了我的审美点上。包包呢是4000美金我差一点点就刷卡了，真的很爱。但是想想4000美金也是很多钱
而且呢，这个包包上的2根腰带吧，也不是说不好看哦，我总觉得有点繁琐。而我自己呢，本来就是比较偏极简风格的嘛，我就很担心这2根腰带用2年之后就会觉得很累赘哦，所以想想算了，还是回来冷静冷静，再考虑要不要买吧。大家觉得要不要买呢？另外呢，他们家其实还有一款新款叫做 Etude， 也就是练习曲的意思。这个包包呢是采用了3角廓形，上面呢也是有一根皮带。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 Prada 最近1、2年的包都很喜欢在包身上面加上各种各样的皮带设计。这款包包呢，本来我也想到店里面试一下的，但是一进店就被那个棕色包包完全吸引住了。根本就忘记了那个练习曲包包的存在。我下次呢去店里面还会再试一下，等我给大家来汇报。好了，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哦。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第3个呢就是包包鼻祖啦，Louis Vuitton。2025年春夏呢 ，Louis Vuitton 推出了全新的包款，叫做 LV Biker。它呢也是那种很时髦的软踏手袋，同时呢也象征着女性力量的软实力。Lisa 呢是他家代言人，早早就背上了。这款包包呢，从经典机车夹克里面获得了灵感，软中带硬，在软硬之间呢找到了最佳平衡点。说实在话，我看广告图一点都没有种草。觉得还有点丑，但是呢，考虑到这是我的工作之一嘛，本着敬业的精神，我还是杀到了 Louis Vuitton 店里面。果然呢，在最显眼的地方就摆上了这个 Biker 包。但是一问啊，其实它是有3个尺寸，有好多颜色，最后呢，只有这个中号黑色还有啊，其他都已经告罄了。真的，大家的购买能力真的是太强了，好吗？既然已经来了，那我就试了一下这个中号的黑色。这个中号也就是 LV 里面常说的 PP 号。包身上面呢，其实是有2种不同的皮质的拼接，有一点点纹理感的是羔羊皮，那比较光滑的呢是牛皮。2种不同的皮质呢拼接在一起，会形成视觉上比较丰富的层次效果，也更耐看，同时呢增加了耐用性。这个包包呢，它也是采用了银色的5金件，也是故意做旧的，相对来说呢会更加复古一点。尤其是它还有一根可以脱卸的长肩带嘛，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长肩带上面的5金件哦，面积非常的大哦，感觉呢更粗犷，更偏中性风一点。这个包包应该是男女都可以用的。我们拎起来看一下，这个包包呢，其实就是有点像传统的波士顿包。只是呢变得更加细长一点，而且2边呢是有一点点凹进去那种感觉啊。我跟大家讲，我看到这2边凹进去的感觉，你猜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大家以前有吃过麦当劳那种苹果派吗？这个外面的包装对不对？也是2边凹进去的。你看我给大家做个拼图啊，是不是这个 LV Biker 和这个苹果派的包装很像好吗？也不知道好看不好看了，反正我就觉得迷之相似。那我们再说回这个包。它还搭配一个长肩带，肩带呢是有一定的宽度，背起来应该蛮舒服的。我呢也放一个明星的图片给大家感受一下，但是我感觉这个包背上去就像一个 gym 包，实在看不出它美在哪里哦。恕我直言啊，大家不要打我。这个包的内里呢是帆布的，印的是老花，成本是蛮低的。这个包包呢也是我这次试背的所有包包里面唯一内里是用帆布的奢侈品包包了。感觉还是有点廉价的。另外时髦达人背这个包包呢，都是上面挂满了包挂，大家请参考 Lisa 的背法。不过这种背法呢，我实在是无力接受了。这个 PP 号呢，售价是4100美金，好贵啊！最后一个品牌呢，比起前几个奢侈品来说，定位呢会稍微再低那么一点点，那就是 Chloe 了。不过大家可不要小看了 Chloe 哦，在前几年呢，他家可是包包的爆款制造季，大家还记得吗？只是呢，前2年这个品牌呢，好像
有一点点没落的感觉哦。但是呢，从去年开始，品牌又重新发力哦，无论是新出的一些衣服啊，还是包包，都获得了蛮多好评的。那今年春夏呢，他们推出了一个新款包包，叫做 Spin， 它也是一个软包。它呢将法式 DNA 融入了波西米亚的自由潇洒，低调有质感，而且容量蛮大的，很实用。还有个金属环，能够转换造型，我在后面会说到的。姚晨啊、猪猪、陈慧琳都已经背上身了，感觉很能装。我到了店里一眼就看到了这个 Spin 它是有大、中、小3个尺寸。因为我喜欢大包嘛，所以我就选了一个大号饰背。它呢是100%小牛皮，皮质呢很柔软，有一定的筋骨感，非常的坚韧，而且上面是有纹理感的，这一点我蛮喜欢的。我选的这个颜色呢叫做 Boyish Brown， 很低调又很高级的一个颜色。它上面有个金属圆环，这个圆环呢是可以拿下来转换造型。那我放个官网图会看得更清楚圆环呢可以扣在肩带上，那这样呢就是一个手拿包，蛮优雅的。也可以取下来，1秒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托特包，更实用。那我当场也试了一下转换还是蛮方便的，但是呢，因为我这个是大号，我感觉把圆环放到肩带上，其实这种拎法呢不是特别的实用。如果是小号呢，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包身上面呢还有2道斜线增加了层次感，让这个大托特包呢看上去不会单调。这个包包上面呢还有一个金属的链条，这个链条也是可以拿下来的，把它放到其他包包上面就会作为一个包挂。而且我看到其他博主还把这个链条当做项链、手链甚至腰链来用，蛮有创意的。所以等于说买了这个包包呢，就有好多种不同的背法，而且呢还可以拆出来做其他的用途，大家可以发挥想象力大号呢是$1850，我觉得价格还是蛮合理的。如果你缺一个大包的话呢，我觉得 Chloe 这个包包是可以考虑的。好啦，一口气分享了4个奢侈品牌今年春夏出的新款包包，大家有没有被我种下一片大草原呢？大家还想看什么品牌包包的试背吗？也欢迎留言分享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也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